这次美军之所以狼狈不堪的离开了喀布尔机场，那一幕呢，真的是载入史册，非常非常经典又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个画面，也造成了相当的一个死伤。那么事后检讨，为什么呢？大家众口一致都说这是美国的情报失灵。身为超级强权、超级大国，美国就是靠着情报起家。美国为什么会情报失灵呢？美国有 FBI， 有 CIA 我们看到在这个全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这一次呢，在阿富汗入侵了20年之后，难道美国跟阿富汗还不熟吗？美国部建的情报系统还不灵吗？所以导致呢，在7月份必须3更半夜悄悄的开溜，到了现在8月中呢，又得要夹着尾巴从喀布尔在全球人的面前当中在这样子滴血的一个状况之下离开。所以我先问一下，季老师，很多人不太能理解美国的情报系统，是不是它的不好超过了大家的想象？我们本来都以为看007电影有没有，都觉得有多厉害啊，007英国的，对，我觉得美国这次情报系统我觉得问题就是说研判情报的这一个部分出问题。运用情报这个地方也出问题，而且这里面有很多这些高层自己出手了以后他自己就会形成一个判断。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像美国的这个布林肯，对，这个国务卿跟这个国防部长 Austin， 对，他们在这个事实上就是说巴尼总统对，逃到卡塔尔的这个逃到这个这个海湾国家去的时候，之前的5天，对，他们自己跟他通过电话。如果他们自己都跟阿富汗的最高领导人通过电话，对，如果这个不能够察觉出任何问题的话，不能听出任何问题的话，那么几天之后，嘎尼总统的断然出走，那你说他们有没有责任？你下面的人拿到的情报只是怎么样？只是一些比较基层，或者说顶多中层，不见得打得到最上层。所以这些情报，你既然你的头你都出来了，然后你不能做好正确判断，那你谁要负责呢？所以现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美国的整个情报的问题是出在最上面的问题，最上面的问题。对，季老师讲的没有错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美国情报员，当然匿名了，他接受了访问，他就说呢，其实情报是正确的，但是政策研判是错误的就是符合刚刚季老师所讲的。另外，最近也有最新消息说呢，事实上美国的情资呢7月份已经示警了，但是根据了解呢，拜登视若无睹本来大家以为说刚开始讲说是情报失灵，这些都是媒体的揣测嘛，但现在不是揣测因为布林肯接受访问的时候，布林肯坦诚，这就叫做错估形势。错估形势。美国入侵阿富汗不是2个月，不是2年，不是12年，是20年。20年的时间，照理说可以把这个阿富汗翻透了阿富汗虽然比台湾大，但是在美国的眼里，这也国土也没有很大，人口也没有很多，3000万人。我的意思说，这20年来，美国部建情报系统，它的回收上等等，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吗？还有。拜登也是个政治老鸟了，过去还当过副总统他一直位居高位对于阿富汗，对于中东情势，他也曾经参与过斡旋，他也不是不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管是情报失灵也好，判断失误也好，美国怎么会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出来？我觉得就是拜登自己本人的这种过于自信，再加上他身边的几个重要的位置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国防部长，甚至他的情报总监。那么这一些人都状况外，那这个他不是一个经过一个很完整的培养历练过程做到那个位置，他们都是被破格提拔的。你说他可以念书，人家说书了本做学问还可以，可是他不晓得政治场所、国际政治场所那种尔虞我诈跟瞬息万变。他们这一次整个败在一个人身上，败在嘎尼总统身上。所以今天拜登说我那7% 掉到了支持率，那是嘎尼给他造成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掌握好嘎尼嘎尼你今天训他，你去跟他施压说你要好好我们现在走了，你好好给我看守住这个局面，去打这场仗。嘎尼老早跟塔利班可能都有联系了，然后情势一到，他坐飞机就走了。那他根本没有无心恋战。那你这个
这个为什么你掌握不住这个总统？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些负责跟他联系交涉的人，有没有探知他的意向？有没有真正的满足他想要的需求？他一定想说，那你美国给我的资源是什么？那个时候，如果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国安顾问，或者说一个国防部，他就会很快的做反应。他说，第一个我们要稳住咖尼，对，稳住咖尼，我这个局势可以稳住。他们就是没有稳住咖尼，咖尼一走，情势就逆转。所以今天咖尼走，咖尼还是做了20几年的美国人嘛，对不对？他也很了解美国人，他会想说，一定会想说，拜登，你用的这批小朋友啊，实在听不懂我的话，实在不晓得我真正想什么。然后也发觉说，你们就准备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也不给我资源，所以我就一走了之了，让你们承担后果，看是你受伤大还是我受伤大。所以搞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整个来讲的话，与其去怪美国这个系统不如去怪那个系统上最上层的。从我认为要负责就这几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本人，那副总统因为完全状况外了，国务卿，然后国防部长，再加上他的情报总监。是我们讲到这个西方的这个情报人员，大家脑袋中就浮现007嘛，对吧？很厉害哈。但是我们看到，对于这次所谓的美国情报失灵英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也讲话了，他认为这显示的不只是美国，包括整个西方的情报失败，因为他们之间也会互通有无的嘛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实，在2010年的香港亚洲周刊呢，当时就做了一个很大篇的报道，就是美国情报体系情报系统大失灵，内斗非常严重，各自为政这个介老师，我想很清楚，FBI CIA 长期以来互相看不顺眼内斗的很严重。那么美国媒体叫他们叫做一对糟糕的朋友，彼此间的关系非常糟。那除了判断失误，为什么会判断失误呢？介老师，你看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美国太有自信了？美国认为说，我的武器最精良，这么好的武器怎么可能不赢？他太迷信这个所谓的精良还有先进的武器另外，他也相信自己是最有钱的、最有能力的。我的情报系统、我的武器系统、我的人脉、我的钱脉怎么可能打不赢呢？所以我们看到之前拜登讲了很多大话嘛，现在看起来是吹牛，但我相信他是真心相信自己讲的话，就是来自情报系统给他的自信。他就说呢，他说这个阿富汗政府军有30万。精良的部队高科技的武器，塔利班才7万5，都是拿着火箭筒跟步枪的，所以他觉得塔利班不可能全面的攻占阿富汗，对不对他当时讲这个大话呢，也是永远载入史册。讲完之后没多久，大概5个星期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喀布尔大撤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拜登当时好像在进行一场吹牛比赛，不断的吹牛，一个牛比一个牛要来得大。那我们就请介老师讲一讲，事实上在2008年当时美国的这个 CIA 中情局驻阿富汗的一个基地发生了一个重大爆炸事件，全球关注，当时导致了7名美国的特工人员身亡。而事情一开始呢，美国还说没有，他说这7个死亡的呢都是平民。后来发现这个谎言瞒不下去了，才承认确实是特工人员。而当时引爆这个自杀炸弹、引爆身上炸弹的是一名约旦籍的医师非常年轻，才32岁家境环境很好，而且学有专精。那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呢，他其实是一个双面谍取得了美国的信任。因为虽然当时宾拉登已经死了，但是呢，宾拉登的助手2号人物等于是掌握了整个盖达的这个势力那他呢，就是因为医生嘛，混啊混，就变成了这个助手的御医所以他掌控了很多这个助手，也就是说盖达组织2号人物，现在变成老大，因为宾拉登死了，他掌握了很多他的重要健康情报。我们知道这个政敌之间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借此获取了美国的信任。所以你看到他当时进入这个美国CIA 驻阿富汗基地的时候，大摇大摆，连接受检查都没有。他身上绑了一大堆的炸药，竟然完全没有检查让他进去。这个其实就做情报工作来讲的话，自己的总部被炸掉，真是一大耻辱也就是说，他这个真的出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情报界真的是尔虞我诈，你必须要有100%甚至200%的警觉性。其实他们对任何都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然后呢，随时不断的怎么样，就是说不断的查证，然后一有迹象的话，就应该立刻断然采取行动。
它的总部都被渗透被渗透，然后呢，最后被炸掉对，这个就情报工作来讲是一个大的一个丑闻啦。不过美国是这样，其实可能全世界的这个情报都一样。你说情报之间它是都互不隶属的，对，它是多线的。那而且很多都是单线的，像我们以前有些朋友他说我有线民，他说我不会告诉你。那你说你同事跟你做你同事，他都不晓得你在做什么，这什么都要单线。那单线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是上面的头脑要清楚。他得到这个情报的时候通常一点点情报讯息的，你得到这个情报的时候你不能完全接受。你要靠另外一条线来确认你这一条线给你的情报对不对？如果说是可信的话，那你再问另外一条线，再查这个情报来源的。所以有时候都是3条线在查。那么在没有100%确定之前都还是一个存疑的态度。所以情报的世界真的是尔虞我诈。那最后自己曝光，自己的总部被人家查出来是有问题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当然也显示。我觉得显示就是说，在回教世界美国的敌人太多了。因为美国事实上，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碰到一些美国的盟邦的，也是军方的，跟他们讲，他跟我们讲，他们当时在这个回教世界跟美国人来做，他说他们就是不断的在别人的内部里面找到矛盾以后，就用今天的敌人、主要的敌人、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今天的敌人打成完全是用这一套。那问题搞的这一套做法久了以后呢，所有他的敌人都知道他的招数。那你今天为什么塔利班会越来越厉害？塔利班当时就是美国 CIA 所支持的一个反抗入侵的苏联军队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武装组织。那你说美国每一个，你说好了，所以塔利班对于这个 CIA 的这个招式应该是了如指掌。所以我刚刚讲的那起爆炸案我们看到发生在2008年嘛，这个真的是丢脸丢大了中情局在阿富汗的这个基地呢竟然爆炸，然后7名特工死亡。其实这是大概美国情报系统第2惨的。第一惨的是哪一个呢？第一惨的是1983年美国在贝鲁特也是 CIA 的基地，也是大爆炸被混入最后17名特工死亡。在这几起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一位情报高官，他就写了一篇报告出事之后都要写报告嘛他写了一篇报告，那个报告呢其实也蛮直率的他用词非常非常的犀利而尖锐，他就批评他说美国的 CIA 虽然在这个阿富汗20年，可是他觉得呢只专注于对武装分子的动态的理解，完全脱离了平民百姓，完全脱离了对周遭环境的了解。其实套句直白的用语就是不接地气嘛。他可能只是关注武器关注这个武装分子的移动但是对于当地的文化，当地人在想什么，民心向背，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会是情报工作的一很大的一个致命伤吧。对，尤其我觉得在这个阿拉伯的世界，阿拉伯世界事实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你如果对它的文化、对它的民族、对它的历史，你没有很深入的这个了解的话，事实上的话，你只能靠当地人，靠当地人就会出错。那就你比如说讲宾拉登好了，对，宾拉登人家讲他以前就是 CIA 的线民那最后你看他了解了 CIA， 最后他用一种手法把美国的纽约的这个世贸大楼都炸掉了。那你说要谁负责呢？你说 CIA 当时吸收他、训练他、培养他的人，难道不要负责吗？所以这些部分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两面刃你培养了你的特工，最后这个特工你掌握不住他的心的话，他反过头来要攻击你的话，你反正是最脆弱的。对，所以这就解答了这个台湾民众心中的这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美国这20年来会失败？因为很简单，他这个情报系统呢不接地气，不了解阿富汗民众在想什么。大家想想看如果说这个阿富汗真的这么坏美国真的这么好那么为什么这个阿富汗呢有这么精良的武器会节节败退，而塔利班的武器这么差人数也不够，但是他们却是大获胜利，势如破
做主哈，所以中间是不是民心向背？所以可能台湾民众不了解，阿富汗有塔利班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凶残吗？当然，从他的一些极端的手段看起来确实是如此。那为什么很多阿富汗当地的民众还是支持塔利班，不支持美国呢？当然，塔利班是在阿富汗的土壤、跟民族、跟文化里面长出来的。对。它不是移植来的，它也不是从外面跑进来的，对，它是这个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那它跟这个历史文化是有很深的根源的。所以你今天塔利班再有人讨厌他，可是在阿富汗也有很多人支持他。那现在谈到的塔利班都是2006到2006到2011这段时间，他掌权5年。对。那个时候他是突然掌权的，在一片混乱之下，那是说穿了有一点粗鲁不文啊，所以他那时候留下了很多到现在难以洗白的这个污点。那可是经过20年的战斗，我看了一篇文章讲，他们每天在学习啊，他在学习怎么样跟一个世界最强的一支军队，那怎么样把他打败他，最后他打败了。最近美国用认知战开始对付塔利班，就是开始抹黑他，就讲得一塌糊涂。比如说那个机场附近都是塔利班的士兵在开枪，后来人家发现有很多人也是被美军打死了。那就变成认知战以后呢，后来发觉哇，塔利班的认知战啊，不比美国差。那现在塔利班说，我保障妇女的工作权、教育权。你知道塔利班的电视台已经这个阿富汗的电视台，国家电视台塔利班接收。然后里面最主要的几个节目主持人，女性，对，是现在继续主持，对，是啊，而且还把塔利班的这些头一个一个上电视，跟他们谈政策。所以现在大部分阿富汗人看的电视，都是塔利班的一个怎么样？都是塔利班在宣传他的理念，这个都是认知战啊。那美国只能运用怎么样？美国只能运用少部分的。过去效忠于他们的这些阿富汗人，现在想要逃出去的，然后像 CNN 就访问一个女性，哇，这个不敢露面，然后呢又要这个痛哭流涕，对，然后又问了很多人，都是好像叫惶惶不可终日，可是这个是实情吗？可能也未必。那现在他们又把这个副总统基本上就是过去阿富汗的情报头子，我想大概就是透过 CIA 的管道，然后给他了某种承诺，让他继续跟塔利班进行战斗了。确实，这个季老师分析得很好。当然，我们这个台湾亲美哈，当然，我们并不反美，我们希望跟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保持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哈。我们也并不歌颂塔利班，但是确实哈，我们台湾接收到的多数的新闻来源都是来自西方媒体啊，所以他们的口径很一致。在一致的口径当中呢，我真的是建议哈，大家可以看看哈，其他西方以外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哈。毕竟对这个事情，我觉得美国20年在阿富汗的功与过啊，我觉得功也是有一些了啊。功与过，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